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汉高祖刘邦在追姬情不时，被飞箭射中，中途就发病了。吕后听闻，立马请了名医给刘邦诊病。刘邦知道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也不想让名医为难，如此说道：“吾以布衣持3尺剑，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？我虽然是平民出身，却能够以3尺清风平了这天下，这不是天命吗？命啊，那都是天意，哪怕是扁鹊在世，也无法改变这天命。老天让你兴起，你自然就兴起了；老天让他灭亡，他自然就灭亡了。生死看似由人来决定，实际上由老天来决定。所谓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老天要收走一个人，会让他遇到这几件怪事，谁都逃不掉。一，将人捧得高高的，去到顶峰。在周易的乾卦中，飞龙在天之后就是亢龙有悔。飞龙在天是发展到极致的意思，而亢龙有悔是盛极而衰的意思。一个人发展到了极致，就会面临衰败的结果。爬得越高，摔下来就越重。拥有的东西越多，失去的时候就越痛苦。千古兵仙韩信在帮刘邦攻灭各路诸侯的时候，刘邦就封他为齐王，同时兼任天下兵马大将军。可以说，韩信什么权都有了，仅次于刘邦。但韩信的情商不够，不懂得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的道理。在刘邦平定天下后，刘邦先贬韩信为淮阴后，然后再杀了韩信。可以说，韩信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跌落到了谷底，物极必反，那他就只能黯然归去了。这物极必反乃是永恒不变的定律，越是到了一定的高度，越要小心，因为这有可能是败亡的开始。二，中途遭遇无法躲避的意外，悄然归去。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命那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发财了，有的人走着走着就遭遇意外离开了，命数差别很大。单位的老李今年已经退休了。在20多年前，老李跟着上司和财务去谈生意，中途就遭遇了车祸，整辆车都翻了。老李只是脑震荡以及骨折了好几处，休养了1年半载就康复了。而上司和财务很不幸，由于伤势过重，当晚就走了。在天灾人祸面前，普通人抗风险的能力其实特别脆弱，稍有不慎，轻则损失了钱财，重则丢失了小命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很多人会疑惑，为什么这意外不发生在别人的身上，而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？因为命中有此一劫，自然就在劫难逃了。老天降下某些意外，目的只有2个，要么让某些人离开，要么给某些人一些考验。反正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3，得罪了某些人，最终人财两空。俗话说，一物降一物。再有本事的人都会遇到克制他们的克星。东汉末年的周瑜才华横溢，哪怕遇到了曹操，也能火烧赤壁，让曹操大败而归。可遇到了诸葛亮，周瑜竟然没有还手之力。三国时期，诸葛亮已经名震天下了，基本没有人可以跟他交手。但他遇到了特别长命的司马懿，虽然司马懿也比不上诸葛亮，但他命长，熬死了诸葛亮。这人很有才华，就肯定有人比他更有才华。哪怕他的才华已经无人可及了，但总有比他命长的人。如此就形成了相生相克的循环。遭遇克星，到底是好事呢，还是坏事呢？从辩证的角度来说，既是好事，
也是坏事。好事在于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，此生无憾。坏事在于被人克制，命短福薄。要想活得长久，那遇到克星的时候，最好要有惹不起、躲得起的智慧。当然，能不能躲过去，还是要看天意。4. 能力配不上所拥有的一切，会折寿。孔子说过，德不配位，必惹灾殃。一个人的能力、品德和才华配不上所坐的位置以及所拥有的一切，那就会招惹来无常和灾祸。历史上因德不配位而败亡的人多的是。唐朝初年，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妄想杀掉秦王李世民，夺取皇位，怎奈被秦王府的各路大将所杀。玄武门之变以秦王李世民取得胜利而告终。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在太子朱标死后，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，让他继承了皇位。由于他没有本事守住这位置，所以被朱棣干掉。权势地位如此，钱财名利也如此。人之能力配不上自己的野心，也配不上所拥有的地位名利，那就会遭到反噬，加速了生命的终结。如果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那就做回普通人该做的事，不贪不恋，也不强求，至少可以活得长久，得以善终。5. 一个人狂妄自大的时候，天命就急转直下了。四不可引里说，言不可忘，行不可挥，命不可忽，天不可违。人一旦狂起来，那就是在拿生命开玩笑，老天也不会让他好过。要明白，天下是大家的，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被你一个人拿走了。天下所有的人都乖乖地听从你的话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；哪里有狂风暴雨，哪里就会进入到风停雨住的时候。狂妄的时候，就像一个人使出了爆发力一样，可是爆发力再大，也不能持续太久。一旦力量用尽了，身体、命运都会急转直下。明朝新魏会士有个叫袁舜臣的学生，写了一首诗：六经韵集胸中酒，一见10年磨在手。杏花头上一枝横，恐谢天机没路口。一点累累大如斗，眼却半床和所有。玩明直待挂官归，本来面目君知否？非常肯定地表示，这次状元就是他。旁边的学生都猜到了他的意图，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的。袁舜臣做不了状元。比袁舜臣更糟糕的是，明朝大才子唐伯虎，从小就聪明过人，每场考试都得第1名。唐伯虎到了京城，不懂得收敛自己，非常迅速写完了试卷，还沾沾自喜。结果被认为是舞弊，人生再也没有科考的机会。不能一举成名的唐伯虎，人生开始急转直下，家庭穷苦，妻离子散，不得不卖字画为生，最后孤苦而死。莎士比亚给人们一句忠告：聪明人变成了吃鱼，是一条最容易上钩的鱿鱼，因为他平视才高学广，看不见自己的狂妄。人狂的时候，不知道祸害已经来临，最是麻皮大意，轻则破坏自己的好命，重则毁掉自己的一切。6. 一个人和兄弟姐妹互相残杀的时候，生命就堪忧了。菜根谭里说：炎凉之态，富贵更甚于贫贱，妒忌之心，骨肉有狠于外人。兄弟姐妹的感情一旦闹翻了，就比外人更狠毒。这是家庭走向败亡的开始，个人也深受其害。西汉有一段时间陷入了混乱，大权落入了霍光的手里。汉武帝的孙子刘贺被请到宫里，立为皇帝。他一上台就荒淫无度，还不守礼法，很快被废掉了，在位时间只有20多天。丢了皇帝的位置还不算倒霉，他接下来长期被汉宣帝忌惮，作为重点监控的对象。有一天，刘贺和手下的孙万世聊天，孙万世说：你呀，
应该还可以做豫章王。这句话被汉宣帝的眼线知道了，然后上报朝廷。汉宣帝一怒之下，让刘贺的封地变得很小，刘贺也很快郁郁而终。我们把兄弟姐妹的关系称为骨肉相连，也就意味着一旦互相残害，就是把自己身上的骨肉丢掉，就是摧毁家庭。家没有了，人怎么过都过不好，这是唇亡齿寒的道理。人生大部分的不幸都是违背了自然规律，导致事情节外生枝。若是能按照规律办事，就能顺势而为。比方说，船遇到风就顺风而行，能加快速度，产生更多动力。若是你要延长气数，就要记住一个道理：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，但是我们可以提高人生的厚度，扩展人生的宽度。1年可见四季更换，10年可见物是人非，50年可见生老病死，100年可见人间兴衰。人生更像是一场充满苦难的修行，归途是所有人都无法改变的宿命。既然如此，莫如放平心态，接受人生的缺憾，于淡定从容中参悟生命的真正意义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还不错，别忘了按赞、评论、分享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